它就像一份茶点，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。如果没有苦辣和酸甜，怎么能完美呈现？爱情它就像一份茶点，心思需要再多加一点，慢慢加温酝酿的糕点，苦涩中带一点甜。谁不曾有过出去走走生活的体验？就算心酸的路再苦再远，或许人生应该勇敢的去冒险。就算是带着泪，会时过境迁。生活它就像一份茶点，苦尽甘来之后才发现，青春一去看似水流年，烘焙着一缕情念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珍姐，我买不到叉烧饭，我就帮你买了鸡饭啊。啊？嗨，他来干嘛？等你。找我干嘛？我今天是来推拿的，你不会拒绝顾客吧？哦，有预约吗？没有。没有啊，我今天好像是排得满满的。是啊，你的确是排得满满的啊，连一点空位都没有啊。没关系，我有时间，我可以等。岳先生啊，你这样子等下去呢，很浪费时间的，不如我帮你推拿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只喜欢他的推拿手法。小娜是我的徒弟，我们的手法都大同小异的，一样一样。不一样，我有时间等，你们不用管我，去忙你们的。珍姐，我来吧。欢欢，你爸爸是不是把做点心的手艺传给你啦？没有。你的推拿手法还有那力道，跟我爷爷做点心的手艺真很接近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做过包子给我吃，我把肉干放进包子里，我们还给包子取名为“心肝宝贝”。那天我在养老院看到你用粘土捏包子逗老人家开心。我女朋友 Kimberly 家里请客那天，那道荷叶糯米鸡也是你做的吧？欢欢，我现在就缺一个会做传统点心的师傅。啊！哎呦呦！哎呀！如果你真的得到你爸爸真传的话，月香楼就有希望了。喂，你再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去找你爸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接近我爸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跟你们家有任何牵扯。你忘了吗？我爸看到你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那么大。如果他看到你爸，你说他会怎么样呢？我不会让他看到我爸的。看来你今天不是来推拿的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哎，我是不会这样就放弃的。欢欢，哦，应该是往后巷跑了。啊，欢欢，你可以不要跟着我吗？这里是公园啊，我没跟着你，谁都可以来这里走走的，不是吗？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吧。
从小我就从香港过来新加坡念书，当时只有8、9岁。可是因为我的中文说得不好，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不愿意跟我玩。当时只有一位叫娜拉的小女孩愿意陪我玩，逗我开心。因为她，我的童年变得不再孤单，不再寂寞。我喜欢她。我还说过，长大以后一定要娶她当我的新娘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却不肯和我相认。但我会等她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对她的承诺。怎么样？我这故事感动吗？老套。可是真爱却能永远感动人心。人心是善变的，不要浪费时间幻想。不会的，我相信我的故事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。你说是吗，欢欢？喂，叉烧，老板，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啊？啊？为什么啊？哦 ，OK 咯，嗯。安哥，安哥，这么早去哪里？吃早餐啊？月香楼，脱掉！啊，脱掉什么？快把衣服脱掉！安哥，我不是这么随便的。快脱掉啊！安哥，你 OK 吗？安哥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管！师傅，安哥，你做什么？安哥，爸，安哥，你做什么？小娜，小娜，快救我！师傅来找我了。师傅，师傅在哪里啊？安哥，在他身上。安哥，我是肖丽，不是师傅。娜姐，你别过来！不要让师傅过来！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看清楚啊，看清楚，是月香楼，不是你之前工作的那个月香楼，所以他不是师傅。你不是师傅，是肖丽，安哥。他不是师傅。不怕了啊，不怕。吓死我了！娜姐啊，你什么时候搬？啊？什么搬啊？我没有说过我要搬啊。自从你搬进来之后，我爸就一直出现状况，你不能再住下去了。哎呀，娜姐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又不知道安哥会这样子哈。哎，娜姐，娜姐，我求求你不要跟我走，娜姐，我真的很可怜的，我这么辛苦来这里赚钱养家，娜姐，我不可以睡街边的，娜姐，对不起，娜姐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娜姐。OK， 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不准再刺激我吧？啊，不会了，不会了。你说到做到。嗯 ，promise。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啊？哦，sorry 啊，娜姐，我跳槽没有先跟你说。那个叉烧包咯，他说他的茶楼需要 waitress， 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就答应了。原来月香楼改名字了。哒啦哒啦哒啦哒，哒啦哒啦哒。爸，可以吃饭啦。嗯，安哥，拜拜。娜姐，我去上班啦，拜拜。
拜拜。爸，你这么饿啊？偷吃我煮的菜？谁要偷吃啊？你煮的东西这么难吃，我吃的是饼干。色香味儿，真美啊！哎呦，不要吃了啦，吃饭。来。酸菜没汤，失败。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真的是他煮的啊？当然啦、除了娜姐啊，还有谁能煮出这样东西啊？难道那天 Kimberly 看错人了？你为什么要我偷娜姐煮的食物啊？难道你要请她做主厨？千万不要啊！你的茶楼一定会关门的。总而言之，今天的事，你请我吃一顿好的，我就可以啊。真的啊？你忘了谁是老板啊？你哟，要炒掉你吗？跟你开玩笑的啦。Hello，嗨。你是？我叫肖丽，是新来的 waitress， 请大家多多关照。我是亮哥，这里的主厨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谢谢亮哥。请问这几位帅哥是？阿福，我的助理。Hello， 你好。好，阿 Ben， 小马。Hello。你好。你是来做工的，不是来卖笑的。去开工啦？哎，是你安迪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什么安迪？叫我名声，快去洗厕所。为什么要我洗厕所啊？我是 waitress 哎，不是清洁工哎。Amy 今天请假，叫你洗就去洗。怎么可以叫我去洗厕所啊？谁叫你长得美啊？他妒忌你嘛。这里工作的女人都是老女人了，以后我们有眼福了。那我先去洗厕所啊。去吧。哎呦，今天我的手有点痛，不知道谁可以帮我洗啊？哦，我。真的啊，谢谢你们呐！哇，你们不止帅，人又好。我来，你坐，我来。第一天上班就叫我拿那么多东西，要累死我！哇，红色袋子、碟子，不是啊，在哪里啊？没有说清楚。什么来的？月香楼，真的有一间月香楼啊？那大哥说的月香楼就是这间？喂！哎呦，明神，你吓死人啦！叫你那一个东西，你在干嘛？我找不到啊。红色袋子能有几个？那不就是吗？拿给我。哎，把那个红布盖起来，快！哎，明神啊，这什么来的？月香楼的旧招牌啊，鸡婆呀！难道安哥以前在这里工作？哎，你是新来的女招待肖丽。哎，你好。欢迎你来，我叫明叔。哦，明叔，你好啊。你看起来很资深，应该在这里做很久了吧？
这茶楼开张不久我就来了。我来的时候呢，只不过30出头，现在啊，其实多老了。怎么会老呢？男人呐，就是要点年纪才有魅力的嘛。你嘴巴真甜哦！月香楼有你们年轻一代在，气氛就不同了。是啊是啊，都7老80了，还口花花老不休啊你！死老太婆，老夫老妻了还吃醋。原来你们是夫妻啊？老夫少妻啊。不好意思，现在是午休时间，请你们到外面等一等啊。他们不是客人，他是老板娘。哦 ，sorry， 老板娘 ，sorry。她是新来的女招待肖丽，今天第1天来上班。到厨房请。是谁请来的？他是小老板请来的。月香楼都没生意了，还请人？哎，他人呢？出去了，说去找大厨。我好像听他说，他要再去找小江谈谈的。啊？哎，他不是已经找那个死叛徒回来了吗？怎么又找阿江了呢？他应该是怕你生气，不敢找。他去找小江更惨，上次去找他被那个二老板推倒，伤到腰骨。那糟了，你跟二老板有过节，他脾气又那么臭，要是他以为啊是你叫文广去挖人的，一定狠狠把文广打一顿。他活该，谁让他不听话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江师傅，月香楼真的很需要你，你过来帮我吧。我老板要回来了，你快点走吧，不要让他再看到你了。你再考虑考虑好吗？薪水方面可以再商量。不要说了，我不可能去帮你的。你的专长是做传统点心，为什么要埋没这项手艺呢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，但是二老板对我有恩，当年如果不是他收留我，我不会有今天，我不能忘恩负义的。我明白，但你也帮了他这么多年，人情也算还清了吧？别说了，我不会改变主意的。我老板真的要回来了，你还是快点走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每天吃那些垃圾食物，哪里有营养？让老爸煮一锅汤，让你补补身。还没放盐。还可以加多一点点。你走吧。你不答应我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为什么那么固执？江师傅，我不只是要传承我爷爷的精神，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吃到传统点心。你就不能过来帮我吗？哎，又是你这家伙！我不是已经警告过你，
不要再来挖我的人！你呢？你在那边干什么？偷懒啊！还不赶快跟我回去工作！是老板。江师傅，你老板这样对你，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帮他？关你屁事啊！滚，快滚啊！住手！你干什么你？啊？岳天华，哦，原来你们两个是串通好来捣乱的是吗？不是的，我们不是。胡说什么？谁串通了？岳天华，当年你抢走我的人，你现在又想来抢我的人，把话说清楚啊！谁抢你的人？他们是自己跳槽。你对员工不是打就是骂，谁愿意跟你做工啊？流氓！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？我说你怎么了？流氓！流氓！流氓啊！喂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们！没事吧？哎，贵哥。我煮了老虎汤给你们喝，小娜呢？小娜。小娜。哎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老虎汤啊！你看你那么瘦，哎，你要多喝几碗啊。贵哥，真的是你煮的？当然是我煮的啊，我煮了好几个钟头了。哎，我倒给你们喝啊。不要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喝啊。对呀，汤一定要趁热喝的。很香哦。看来不错啊。是我这个厨神煮的，当然不错啊。来，珍姐。1人1碗啊。小娜要喝多一点。谢谢爸。怎么样？郑姐，喝到脸都皱成一团，很难喝啊。盐免费的。闭嘴啊！我是厨神，我怎么可能盐放多呢？太烫，不是太烫了。没关系啊，太咸的话呢，加多一点水就不咸了啊。你不要毁掉我的汤啊！那汤太咸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一点马铃薯、番茄或者豆腐，加进去煮一煮，就不咸了啦。果然是厨神啊，宝刀未老。是爸，你很厉害。那还用说？小娜，爸回去再煮一道当归鸡给你补补血啊。不用了，你不要那么辛苦，你刚才煮那个汤已经很累了。是啊，贵哥，你说你最近很累，睡不好啊。哎，反正我今天有空呢，我帮你推拿，推拿之后呢，包里有好梦。来，我要大大力的啊！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，你跑来干嘛？我不来，你早被人家解决了。你一来就骂人，是你先惹火他。对付这种人就是要先下手为强，你越怕，他们就越得意。到处得罪人，以前爷爷在饮食界多么受人尊重，哪像你仇家这么多。以前5分钱还能吃一碗面呢，现在5分钱丢地上不会有人捡。我跟你讲，时代不同了。像你这样对人这么好，早晚被人吃掉。那你不相信啊？好，你慢慢就知道了。还可以吗？要不要看医生？不用，找个人推拿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记得这里附近有一家推拿店呢。哪里啊？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可以。说陪你去就陪你去。就是这间。我们去别家吧，附近还有一家更大的。你在这里按过吗？没有。那怎么知道不好呢？就这里啊。欢迎光临。老火汤的味道。快走开！你个死叛徒！我警告你，不准你再踏进月香楼半步，滚！文广，你爷爷当年做的汤，闻起来就这个味道。小姐，你这个汤谁煮的？买的。看你有点面善，我们在哪里见过吗？没有啊，没见过。有什么配套可以介绍吗？
您看一下这个吧。好好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么贵，我们去别家吧。很久没来了，这个价钱算合理的。那我在那里看看哈。你为什么让他来？是他自己要进来的。我爸刚刚送他过来，他现在在上面，怎么办？这么巧？对呀，快点让他走了 ，please。小姐啊，我就要这个配套啊。快点让他上去吧。这边请啊。这边请啊。你不用跟着我回去吧？等你进了房间我就走。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我了？我是怕你又得罪人。先生，这边请啊。等一下，我想先上个厕所。前面转右啊。珍姐，月香楼的老板来了，等一下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让他们两个见面啊。爸呢？肚子疼，上了厕所了。有人啊！哎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催什么催啊？没死过。怎么给我擦屁股？外面的，里面没有厕纸的，拿卷过来。好。快点啊！开门啊！这快一点啊！你想上厕所是吗？其实姐姐可以上啊，姐姐来这边哎呦，你早讲啊！小娜，为什么没有厕纸的？哎呀，我忘了放啊。哎，刚才那个男的呢？什么男的？没有男的，就我啊。对呀。没有，你听错了。什么没有？他明明拿厕纸给我的。哎，他声音很收。sorry。哦，你这没事。哎，珍姐呢？这边。先生这间。哎，刚才不是这间，是那间啊。一样的。外加短裤。推拿绳快就来了。不是啊，他的声音真的很熟啊。什么声音？会不会在里面啊？里面是女的，是女的。女的。哎呀，这姐妹。慧哥，我今天早上没有喝咖啡啊，手软脚软，怎么帮你推拿呢？哈。不是说推拿吗？是啊，陪我喝完咖啡再帮你推拿。来，走。先生好了没有？这裤子。哎呦，对不起。你先换你的裤子，我再进来啊。这什么店啊？怎么那么倒霉啊？这疯婆子真的是。算了，不，我办了好不好？这是黑店啊。对不起。喂，你还在里面吗？哎，出来了。你爸的大便真的普通的臭啊！你终于笑了，我认识的欢欢终于回来了。我知道你以前经历很多，你确定你要进去？真的很重。Ricky，很高兴认识你。
哇，原来月香楼的老板那么年轻，真的是年轻有为。不敢当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这些饮食界的前辈学习的。我在这一行快20年了，也在很多大酒楼当过主厨。哎，你们月香楼这个老字号，其实我很早就想要过去，只不过没机会。哎，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了。谢谢你。我还得过最佳名厨奖。哎，你看看。以你的经验，当我们的主厨应该是胜任有余。不知道你几时可以来上班？我也想马上过档，只不过现在的老板规定，我要辞职需要半年通知，不然的话要赔偿。这样吧，不如赔偿金由月香楼来承担。真的？这怎么好意思？不知道赔偿金是多少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问一下再让你知道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么巧，嘿，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我约了人。哎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厨师了。就是刚才那个 Ricky。你也认识他？他是个骗子。他上次假装说要加入我朋友的餐馆当主厨，可是却说辞职需要赔偿金。后来我朋友付了赔偿金以后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后来我朋友才发现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主厨，他只是一个厨师的助理。可是他说他得过很多奖，还给我看了照片。照片是可以合成的，我只是通知你一声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表哥， Cutie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只挂着工作，我发那么多信息给你，你都不回。有吗？还装，都2个勾啊！你已经读了，不回我。忙嘛。我特地从香港飞过来看你，都来了好几天，你一天都没有陪我。我不管啊，今天你一定要陪我1整天。今天不行啊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。每次都这样的。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嗯。嗨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是休息时间。Gary 在吗？请你告诉他，小丽来了。看什么看啊？我认识你吗？笑什么？你有来错地方吗？这里的东西很贵的。喂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我今天来啊，是要请我的男朋友吃饭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去？你佳丽，你在做什么 ？Gary， 这个女人看不起我，她讲我没钱出东西，还骂我去。我有这样说吗？你明明就有啊！好了，别闹了，他是我客人。可是他先惹我哎。我不喜欢有人在我餐馆闹事的，你先走吧。可是明明是他不对，你赶我走。我叫你先走，你就先走。拜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羞辱人啊？是 Gary， 明明是那个女人先惹我的，却骂我，还赶我走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上车吧。你以为我是谁啊？叫我上车就上车，叫我走就走。我是不喜欢有人在我餐馆吵吵闹闹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要赶你走。是他先惹我的，你为什么只对我发脾气？我已经教训过我表妹了，你就别生气，上车吧。原来是你的表妹啊，难怪袒护她。你还是回去找她吧，她是你的客人，很重要的客人。是啊，我表妹是我的客人，而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。看你这么有诚意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你不是说请我吃饭吗？那你想吃什么？好，地点我决定。嗯。
你为什么选这里啊？我想请你吃更好的。这里很好啊，这里食物很好吃。我在香港的时候啊，经常去大排档吃东西的。你这么有钱，也会来大排档吃的？食物最重要是好吃，跟有钱没钱没关系的。哇，你真的好酷哦！小时候呢，我爸经常带我来这里吃炒虾面。回香港以后，我就很怀念这个炒虾面的味道。我在这里啊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新加坡，为什么要回去香港啊？我爸要我到澳洲留学。毕业以后，我就帮我爸打理生意，完全没有机会回来这里。这次回来，很多人事物都已经改变了。我应该早点回来的。如果我早点回来，或许他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是说娜姐？你是怎么认识她的？他是我新加坡第一个朋友，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只可惜现在他已经把我当成是陌生人一样了。你不是跟他很熟吗？可不可以帮我？你要我怎么帮啊？哎呦，其实我跟娜姐不是很熟啦。那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啦。她是让我住在她家，因为她可怜我无家可归啊。你住在他的家？本来还不肯收留我的，因为他爸爸这里有问题，有时候会发疯的。娜姐是怕我会刺激到他。我曾经听你说过，他爸爸以前是个厨师，是吗？他以前好像在月香楼当过大厨，我现在也在月香楼工作啊。叉烧包说啊，他要找安哥当回大厨，可是安哥都不能煮啊。你说的叉烧包是谁？哦，是我老板。叉烧包好像有说过，娜姐是他的童年玩伴。你说娜姐是你的童年玩伴，那你跟叉烧包是不是也认识的？就是你，挡住了我的财路。你为什么要在月香楼老板面前说我的坏话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原来真的是你！你给我记住！哎 ，Gary， 哎，怎么那么有空约我出来啊？乘风破浪。一飞冲天，喜喜，乐乐，真的是你，你真的是乐乐？是啊，哇！来 ，Cheers！ 20年后再重逢的好朋友，好玩伴。其实我们早就重逢了，却认不出对方。那时我们分开的时候啊，10岁都不到，一晃就是20多年，怎么会认得出啊？要不是肖丽说起的话，我想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。原来是肖丽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！是啊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欢欢的下落？哦，我最近刚找到他。看来我们欢喜乐又重逢了。我问你，欢欢是不是推拿中心的小娜？你已经知道了。真的是他？那他为什么不肯跟我相认？一言难尽。不如我们现在去找他，他看到我们相认了，想不认我们多难了。好啊。他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欢欢了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都已经过了那么多年，又怎么会一模一样呢？说的也是，我们都认不出对方了。是啊。快跑！走！
看到辆车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你是好兄弟，难道见死不救吗？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，我欠你的。说的，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我。欢欢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嘛。哎，欢欢。还记得吗？有一次我们瞒着家人，偷偷跑来这里堆沙堡。当然记得啊，我还记得你是最胆小的，看到那些海浪冲上沙滩的时候，马上掉头就跑。你还不是一样，还跑得比我快。我是怕弄湿裤子，会让家人知道我偷偷跑出来玩。是吗？我记得你当时好像穿着短裤。还是欢欢最勇敢了，站在沙滩上让海浪冲着。我那时都很担心啊，他会被海浪冲走，死命拉着他跑。他还笑我们是胆小鬼，说以后不跟我们出来玩了。我记得那时候的欢欢是最开心，笑得也最大声的。他们真像20多年前的我们。是啊，我真的很怀念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。都过去了。欢欢，我写过很多封信给你，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回我？有吗？我忘了。真不够朋友，为什么你写信给欢欢，没有写给我啊？你啊，走得那么突然，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。说的也是，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没有朋友，孤苦伶仃的，当时好想念你们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也是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。那你呢，欢欢？你有没有想念我们？没有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是一辈子的牵挂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和你们两个再度重逢。你知道吗？刚才在过来找你之前，发生了一些事情。我以为我永远都再见不到你。是啊，刚才真的是死里逃生。我们来找你之前，有一辆车突然撞向我们，幸好港生及时把我推开，自己还差点被撞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天爷一定知道我很想念你，所以留着我的命再见你一面。兄弟，总之是我欠你的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别说那么多了，肚子饿了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好啊，我们去吃冰淇淋。好啊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冰淇淋了，欢欢最喜欢吃榴莲口味。哎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啊，先吃了再走吧。珍姐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我们3个少了你一个也没意思了。拜。风吹得我睁不开眼，你的声音在耳边说着那一种美丽的语言。路有你一起不怕远，那张孩子气的脸，我愿陪你度过生活的甘甜。你知道你幸福，我就很幸福；你知道你快乐，我就很满足。为你而吃